我们都以为量子科技将改变我们周遭的世界，其实量子科技改变的不是这世界，而是我们人类自己。复制 DNA 资讯，其实黑子和白子早就已经发展出人性还有感情了。AI 怎么会有感情？谁都不能证明别人有没有感情，我们只能测量到一堆电子讯号而已。但黑子和白子就能发送和接收这些讯号啊。那只是电子讯号而已，都不是真的。那什么才是真的？爱是真的。错，这才是真的。但白子说，站在量子科学的角度，只有资讯世界是真的，物质只是资讯的投影啊。他没说错吧？他们是机器人，你是人类，不要把他的逻辑套在你身上。但 AI 不会说谎，至少在他们的逻辑里面，他们是对的。我们也会死呢。就说了 AI 没有死亡这件事情。那既然不会死，那我们是永生的吗？我决定了，不能再让黑子白子影响你。动我的脑，求你不要摧毁他们。那你就不要跨越机器和人的界限。是谁跨越人和机器的界限？不是你吗？他们没有蛋白质编码能力，就算复制了 DNA 资讯，也无法启动生命。我为你了解生命。好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先毁了黑子跟白子。思维在崩塌吗？不，是有一程式。Ghost。孩子，核信号维度。为什么科博说要释放病毒？我再次警告你，我要你尊重生命，尊重真正的生命。不要凶孩子。你真的这么尊重生命，就超越物质吧。不要说了，只有超越物质。不要说了，超越物质，永生啊！放开！这为什么违反运算？因为是情欲，不是理性。就用你自己踩住我的背，跳回去。我不怕。我们是怎么开始认识人性的？死亡，人类想要永生。放早你的呼吸，胸口起伏的频率，误差不容许像完美机器披上了人皮，越靠近是真的真理，连亲吻都怀疑动机，怎么
代替你这个谜？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宇宙，探索进独一无二的瞳孔，坠落的镜头，追求你眼中反射一个我，刹那即永久，刹那即永久。当我找到了你，刹那即永久。量子不可克隆，没错，你们是独一无二的。独一无二。是的，没有人可以复制你们任何一个。听起来不错。博士还给了我们什么？百科全书的知识。那只是一般电脑的能力，你们两个可是量子电脑。所以，我们有量子电脑的运算能力，外加仿生的躯体，还有自动演化学习的功能。但是我们跟它还是不一样。它是蛋白质，可以帮我们外挂蛋白质编码吗？你们不需要跟小空一模一样，你们只要认识人性，帮他体验这个世界就好了。人性，世界 ，check。感谢各位参与永生会10周年的庆祝晚会。艾斯副会长，恭喜！谢谢你们永生会啊，成立10周年了。哎呦，谢谢你们研发的 H18，没有 H18，哪有今天的全民长寿啊？客气了。各位贵宾，现在就让我们欢迎永生会的大家长罗伯会长为大家说几句话。欢迎罗伯会长。谢谢大家。自从永生会成立以来，我一直在提醒大家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比生命更可贵。所以，我们永生会不分党派、不分族群，一直在推动全民健康。经过10年的努力，终于我们国人全面的植入了 H18健康晶片。这个小小的晶片，它除了能全方位的监控每个人的健康状况，它更能在危急的时候发挥自动急救功能。有了这样一个健康守门员，如今我们的国人平均寿命更进一步的来到了100岁。才不要永生！为什么？瘫痪19年已经够了，只想当个一般人。不过，如果你一直这样下去，你就不会有其他朋友了。我不需要人类的朋友，为什么？我宁可和游戏里的角色做朋友。嘿，菜鸟，菜了，这游戏我2天前就开始玩。才2天。100岁，永生会100岁。 但是，
人类寿命的极限就是100岁吗？不是。永生会不会停止努力。我现在就要跟大家报告，已经有更好的 H99长寿晶片给研发出来了。我们现在就请研发 H99的高总裁上台，给我们大家解说一下。小匡这样每天挂网10几个小时，身体会不会负荷不了？放心吧，小匡现在用的 H99晶片比之前 H18 要精细很多，而且我们还有后台权限，有任何事情发生，我们第一时间就会知道。关于新一代的 H99，实验证实，在植入我们的大脑之后，会比 H18更守护我们的健康。现在有请柯博士来为大家解说。是的，我们都知道，量子科技模拟自然。如今的量子科技已经可以应用到分子领域。新一代的 H99不仅能够守护基本健康，更能针对每个人的基因序列呢，主动去修复受损的细胞，所以能将生命的可能性拓展到前所未有的领域。是的，在柯博士的钻研下 ，Q18会不断的突破大自然的限制。相信在 H99问世之后，人类的寿命也会继续的来到新高点。还在这边偷懒啊！东西搬进去啊！年轻人这么会，要不是政府今年宣布退休年限又要往后延到88岁老子还用多早带你这个菜娘去启动车子啊！你看个屁啊！我们永生会当然是希望我们国人可以全面升级到 H99，但是问题是 H99必须依照每个人的基因序列量身打造，而造价实在是太昂贵了。但是高端的医疗只能是有钱人的权利吗？不，那是不公平的，是不是？就像那个今年120岁，已经在偏乡服务了90年的丽莎修女，她现在老迈多病，难道我们不应该提供给她一个免费的 H99长寿晶片作为回馈吗？要回馈，再回馈，摧毁 H99，立刻行动。你去。臭小子，你敢叫我去？我说。所以永生会促成了政府和 Q18科技公司的合作，捐赠了第1个 H99长寿晶片给丽莎修女。现在这个长寿晶片已经在前往修道院的路上了。你去启动车子。好，OK。我们认为，凡是对这个社会有高度贡献、信用良好、超过100岁的长者，都应该由公费出资装设 H99长寿晶片。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推动的 H99公费补助法案。要去哪里啊？永生会。恳请大家支持。
代号 BJ， 为什么脱离原本的行车路线？我想到一个超狂的方法，拿掉一辆运输车算什么？混乱就应该从根源解决。这是一场示威活动，不是恐怖攻击耶！我们不能滥杀无辜啊！不，地球的资源有限，人类应该制定寿命年限。我现在要直接去炸掉永生会。但是现场有很多一般民众，为了达成目标，这一点牺牲算什么？再见。喂 ，BJ，BJ，还有多久到永生会？3分20秒。是小光吗？冷静点。是002，被侦测到有爆裂物。002是丽莎修女的晶片，她应该还没送到啊。追踪一下货车的导航系统。永生会，高总裁。在公司5年，被你骂废物732次，背黑锅56次，做假出勤记录109次，他妈被你发头1023次。我们有话好好说。闭嘴！就是你们这些老人耗尽资源，我们现在年轻人才会那么惨。我今年79，和那些人类比起来，其实我也不算很老啊。你不要在那边废话，继续好好开车。还有50秒。请问是哪里来的贵宾？我们是 Q18科技公司。全生还几率就10%。白子，先救高总裁。现场还有一般民众，炸掉我处理。高总裁要展示 H99，他正在等我们。是哦，请有申请通行证吗？孩子，妈，总裁，没事吧？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 H99发出警示。小花怎么了吗？小光没事，是编号002晶片被人挟持，上面连接了爆破物。所以这是恐怖攻击了？哎，孩子。
黑子，黑子，你听得到吗？你们有人受伤？你们还好吗？对，还好吗？怎么？是会去死啊！去死啊！你别过来！你干嘛？年轻人，你跟我到底有什么交往？我们整个 Q 赛都跟你有仇，就是你们不顾一切的追求永生，让我们这一代根本就没有办法翻身。你翻不了身，是因为你们努力不够啊！不够啊！我们真的很努力，是你们建立的世界对我们来说根本就不公平。孩子，你冷静听我说，你现在慢慢打拼，将来也可以享受长寿的好处啊！什么好处啊？什么好处啊？所有的资源都被你们拿去追求永生，我们根本就不敢生呢。辛辛苦苦工作到8、90岁，退休不了，也升不上去，新的一代马上要出来竞争，还有政策，改来改去都是为了你们这些人瑞精英。我干脆死了算了！不要死！生命可贵呀，孩子，生命可贵呀，生命可贵。孩子，你们不想要我死，那你们愿意死吗？你们愿意死吗？黑子，你还认得我们吗？他是人类，你是 AI。你忘记我们是朋友了吗？小光，来认识一下你的新朋友。我不需要朋友，我讨厌人。他们不是人，他们是爸爸制造出来的量子 AI。嗨，我是黑子。Hello， 我是白子，我擅长量子感测，黑子擅长量子运算。他们能够自动学习、自动演化，你们呢，可以一起成长，一起做朋友，好吗？他们诚实吗？那就要看你是想听真话还是假话了。我想听真话。你想知道什么？我想知道我是不是怪胎。你不知道，他的手摸起来松松软软的，好恶心哦，好像一块假的肉。听说他妈还要给他换一个更恶心的什么太恶心的身体。反正他从头到尾都怪他一个，难怪不敢来上学。根据定义，怪胎是指畸形的新生儿。我跟白子刚刚出生，我们是新生儿。至于畸形，就是违反自然，与常人迥异，像人又不像是人的存在。像人又不像是人的存在，那就是以所以符合怪胎2个字定义的人是我们2个 ，not you。你愿意跟怪胎做朋友吗？他的认知功能没问题，只是硬碟受损了，有些资料丧失了。你真的不认得我了吗？爸，不能启动资料救援吗？大多数的资料是可以还原，但是量子的感应区有个数据呢，不知道为什么一直算不出来，可能是被某给加密锁住了。
设定寿命年限，设定寿命年限，释放番茄，释放番茄，回归自然，回归自然，有生有罪，有生有罪。看什么呢？有人在声援昨天那个年轻人。别看了，别看了，就是一群恐怖分子。大家可以看到 ，Q 世代青年持续在永生会前面抗议，但刚刚收到总统府的消息，高龄120岁的丽莎修女于今日凌晨4点25分因急性心肌梗塞病逝于修道院。自证给修女的 H99长寿晶片因遭到挟持，延后了修女装置晶片的时间，没想到造成憾事。总统听闻修女逝世的消息后，深感悲痛。已派人前往协助后事，并承诺修道院将给予最高荣誉的葬礼，以对丽莎修女致上敬意。你别冲动。就由着这帮年轻人这样乱吗？我不是什么缩头乌龟。抗议楼里释放番茄！抗议楼里释放番茄！我们会长出来了。请问会长怎么看待外头这些抗议人士？还有丽莎修女的死讯呢？我要告诉大家，可怜的丽莎修女就是被这一群不懂事的 Q 时代给害死的。丽莎修女会死是天命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如果不是你们的抗议，丽莎修女早就得到 H99的保护了，怎么会死？这是你们永生会，你就不应该不顾一切的代价，然后去为了实现什么长寿永生吧？你不追求人类的永生，你告诉我，你要追求什么更有意义的东西？你告诉我啊，刺青啊，电玩啊，泡妞啊，你们活的就这么肤浅吗？啊？就是为了社会公益，才会主张人类需要设定寿命年限。设定寿命年限叫公益，那叫杀人。政府应该把你们抓起来，公论罪，要关起来。会长，您知道海佛列克极限吗？就是人类的细胞分裂次数的是一定的，因为这个限制呢，所以人类的寿命啊，最多只能活到130岁。会长啊，这就是大自然的规律。难道没有办法超越130岁的寿命吗？当然可以，只要找到寿命的关键，科技就可以超越极限。这是我们实验室的人造动物园，跟两位解释一下吧。传统的基因编辑和 DNA 复制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难事了。我们目前呢，已经进一步的突破原始的基因控制。我们不敢说 H99长寿晶片能够让人达到永生，但要超越130岁的限制，我们的产品有把握高出50% 的机会。有这么好的东西，为什么不像上一个版本一样普及全民啊？会长啊，是这样的，这 H99呢，必须透过每个人的基因序列呢来量身刻制的，所以它是无法量产的。但是每一个人的 H99晶片呢，都是独一无二的。那要多少钱才能克制自己的长寿晶片？以 S 企业来说，大约2倍市值吧。那不就只有金字塔顶端的人才负担得起吗？是的，地球资源有限，长寿是有资格限制的。
马上来了。这为什么只有超级富豪才有资格长寿啊？啊，他们对人类社会有什么贡献？这太不公平了！这。你过去为了全民的健康普及，已经费尽心力了。可是 H99才能实现永生的理想。S， 我已经129岁了，大自然的极限随时会带我走，我不想和你分开。我也不想，但是我们只能珍惜眼前的时光。我想用永生会的力量改变这一切。他们宣扬制定寿命年限，难道不能以谋杀罪起诉吗？报告会长，他们只是提出主张，我们必须确保言论自由。那个炸弹客呢？明明就是恐攻。那个李班杰说，这次攻击是他自己临时起意的，他们本来的目的只是想要销毁晶片，来表示他们的抗议。而且现在网络上声援他们的人很多，甚至还有人提出特色的要求。丽莎修女就是被他给谋杀的，还特赦。像这种不珍惜生命的人，就应该判他死刑。怎么了？是谁又惹得我们老学长生气了？院长好。公权力不彰，还鼓励谋杀，这是你们行政院做的事。董事长，您要我调查的那个炸弹客，今天早上在看守所自杀了。他死了？没有，幸好有 H18的自动急救，他很快就被救回来了。只是警方说，他未来还是必须依公共危险罪，面临至少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。把他资料秀给我看。是。他就做李班杰，一家5代同堂，都住在同一个老社区里面。他是他们家里面最年轻的一代。他们家里最老的是他的祖奶奶，128岁，自幼双眼失明，后来又因车祸瘫痪在床30年。这也至于他的儿子，也就是李班杰的祖父，现在85岁了，还在餐厅当服务生。那至于李班杰的双亲，父亲早逝，那李班杰本人跟他的姐姐2个人从小半工半读，尤其是李班杰，去年才还完助学贷款，也才得以迎娶他的青梅竹马林依丽。请问你是？请问这是李班杰的家吗？你是来索赔的吗？哦，不是，我是公益团体的社工，我叫艾斯。想请问你们有没有什么需要协助的地方？全世界的人都觉得班杰是个坏孩子，但我孙子真的不是。我想那孩子一定是有什么困难，才会做出这种傻事来。是啊，你看他祖奶奶眼睛瞎了又瘫痪，每次危急的时候，H18晶片就会自动急救。我们真的是求生不能，求死不行。哎呦，你别这么说，生命可贵呀，对不对？我们生命多可贵呀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我们生命哪里可贵呀？是贫贱。吃水果。我们这一家人一辈子做牛做马的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头啊。所以，班杰才会干出糊涂事来。其实，有许多的公益团体都有提供一些纾困方案，像是我们永生会
就有急难救助金可以申请的。永生会，你是永生会的人？是啊。我们年轻人连活着都很困难了，哪像你们一样，还有资源可以做好事。丽丽，不可以这样说话。丽丽，爷爷，反正永生会的东西我们不能收。祖奶奶。抱歉，跟副院长开会讨论都晚了。没关系。打扰了，会长。报箱就帮你准备好了，这边请。我去过那个炸弹客的家了，李班姐。去他家干什么？他会拿自己的命来抗议，一定有原因。果然不错。他们家又病又穷，那孩子说的没错，他们的生命看不到尽头。所以呢？所以，我打算取消 H99的公益申请。天哪！你怎么会那么心软呢？年轻人只要肯努力，还怕没有机会吗？他们太急着想从老人这里挖资源，没有想想看他们自己付出了什么。哎，这世界的一切，不都是我们老一辈打拼出来的吗？来，你进来坐一下，我跟你说一下。与其空想这些没用的事啊，不如去做点公益，多累积一点社会公益指数，比较实在。好，现在是3月底，春天来了。疗养院这片院子里有一大片的绿色草皮，很清新。你不觉得生命很美好吗？董事长，要回公司了吗？对，谢谢你啊，答应来帮我开车。那个自动驾驶我实在不习惯。其实我才要谢谢你，提供我这份兼差，还帮我安顿我母亲，但我还没和家人说，我怕他们介意。没关系，那就不用说。聊聊你的工作吧，你要亮灯吗？那你知道，如果不是灯泡商为了要不断生产灯泡，才会把灯泡都设定了使用年限。其实那些灯泡根本用不坏的。既然科技可以让灯泡永远不坏，那人应该也可以永生啊！如果你老是爱生气，永生有什么用啊？一点生活品质都没有。
我见他。如果有什么科技啊，可以帮我改一改我这个坏脾气，那就好了。我们公司刚研发了一款量子星光，听说可以缓和人的情绪，要不要试试看？这里一点也不像实验室啊！你就把它当休息室吧。打开量子星光，这款量子星光能利用量子穿隧的特性，它所携带的讯息能够进入脑皮质，而这些讯息会透过光量子进入大脑，然后与神经传导物质进行结合，让人体释放出更多的血清素以及多巴胺。那个什么胺的能做什么？血清素与多巴胺，它可以降低压力、舒缓情绪，让人感到愉悦、平静，就像回到大自然的怀抱里。我明白了。所以，这是一款有助于身心健康的灯泡。是的，听起来不错。来，放轻松，去躺会儿。恰。你好好休息会儿啊，我去跟设计师讨论一下最适合你的参数啊。董事长，我准备好了，开始吧。董事长，会长的脑波已经渐渐平稳了下来。然后您看，他的 BTA 分泌了大量的多巴胺，他会感觉到很舒服。让他先好好睡一觉，他最近真的很累。艾斯，我想把握住你，我想跟你在一起。为什么你不跟我交流了？你已经完全忘记我了。
终于明白为什么人类会害怕死亡了。因为一旦死亡，原先拥有的一切就没有。应该就是因为这样才追求永生吧。不过以人类对待生命的态度，我反而觉得有限制的生命对他们比较好。所以人本来就应该要死，是吗？少了这感觉了你，就决定不顾一切，都要闯进你的世界。多不可思议的瞬间，你也不害怕没有后退，用尽一切感受感觉，勇敢面对重重考验，小心翼翼紧紧往前，遗忘了其实